如果你想让全新版的奥特曼做成圣斗士这种近焦，这样的话就不能和之前的搭配了呀，那么新做一个系列就行了。可以看到这一弹并不是全新17，而是全新的全新 S 系列第一弹。全新版和全新 S 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列，属于是平行的关系。这第一弹的主题是光之力再临，最大的两个特写是黑暗奥特曼，光明和黑暗既对立又统一嘛，合理。S 系列也是端详9盒，可以保证开出来的每一盒都是不重复的。这次的图鉴分成两面了，是一个隐藏9个普通，隐藏1和替代的都是银河出生，区别是隐藏多了炫酷的特效和特殊配色。之所以要做全新 S 系列，我想全新版奥特曼本来就是为了满足经济条件有限的小奥迷，让他们能够39元就能玩到喜欢的英雄。没想到现在竟然能火到让绝大部分的奥迷都能喜欢的程度，但粉丝现在太多了，众口难调。为了满足更多奥迷对于奥特曼玩具的需求，就需要做出来更还原、可能性更好的产品出来。而现在的全新版已经有了可观的粉丝基础端需要保留，所以说就开辟出了 S 系列。为了能够适配更还原的体型，脖、肩、轴、胯都给到全新的设计，使得可能性更强，可以轻松的还原剧中的经典知识，让方寸之物也能够拥有媲美大模型的表现力，而价格呢依旧是39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占 C 位的3个角色，至于为什么是这3个人，而且是这3个形态呢，也很好理解嘛。这是泽塔 TV 里面的一幕，银河出生来客串，赛罗来抢人头，时机刚刚好，打完之后还是蓝灯。S 系列的头雕都改为了拼装嘛，所以说赛罗终于迎来了他的新规。小布的进步不是一点半点呀，可以看到指甲盖大小的头雕做的是如此的还原。唯一的问题是头标的肩部钝化掉了，毕竟要照顾到小奥迷嘛。新规之后头标是可以拆下来的，替换成这一个无头标状态，这样赛兔子就变成了赛秃子。在这个状态下就可以把头标和胸甲组合在一起，还原这个组合光线技能了。这个特效剑的个头是大的很夸张，刚好他身体上的分界就是一个手镯而已，能够看清楚他的体型，可以说身材比例很接近于超越版了。如果你觉得躯干粗短的话，他的腹部和胸部呢都能拉伸一截，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比例。银河出生虽然说没有抽到隐藏款，但是这个做的竟然也不赖，身上的小细节分色给的是挺足的，部分给到了金属色涂装也是挺漂亮。可以看到主体除了大臂之外，身上的零件都是新规开模的，并不是元素体。头雕方面可以看到不只是眼睛更加的通透，而且还增加了很多纹路细节，显得整个头雕的档次都上了一阶。新造型的通用手部比较有意思，可以看到五指分明，而且呢是做成了一种半抓握的造型，这样像是放松手，而且呢握持武器还很牢固。此外他还给了一只右手的倾斜武器握持手。而泽塔的话，虽然说眼睛很小，但是他的钻石眼细节有给还原出来，他的胸甲、肩甲以及小臂装甲是新规分件，毕竟这次可动挺好，所以说握持武器的姿势也能够还原。为了摆出这个姿势需要用到替换手型，虽然它只要39，但是关节的设计很接近于高端模型了。可以看到脖子的上下两端呢都是球形关节设计，连接肩胛的是转轴关节，在肩膀的顶端有让位，这样既可以保证肩胛躯干相贴合，而且又能保证不干涉住可动，而且肩膀还有一段拉伸关节，以保证这个竖体可以摆出来光线姿势。在大臂根处有一段平转关节，胳膊肘和膝盖一样改成了单独的分件，这样的话小臂就可以作为单独的分件进行新规了，而且还可以增加一段可动，关键的分件改成双段式的可动，可以达到150度以上，同时增加肘甲造型，丰富了细节。而双段式的膝盖关节是和大小腿完全独立开来的，所以大腿和膝盖呢也能够做出来完全新规的造型。胯部和胸部的两段拉伸关节可以增强可动，胯部的下拉关节幅度很大，摆大张力姿势的时候呢造型会更连贯。大腿的平整关节被塞在了里面，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穿帮了。这样看的话，中高端模型该有的关节设计它都有了呀，除了脚腕还是球形关节，但是实际接地性表现怎么感觉比转轴关节幅度还要大呀？所以这个系列我叫它近焦应该没有意见吧？你还别说，好用的特效键还挺好玩的，可以转圈。这一弹有2个接的，应该是看在他爸的面子上吧。再加上好用形态呢是赛罗和肯2个奥特曼的力量融合而成的，他的眼睛也是和银河出生一样，效果不错。而且这一弹呢还有2个活动都是给到的捷德。首先99对1的彩头银河出生给到了和隐藏同款的特效键，这样的话就把我的遗憾给补上了，然后还有惊喜加抽，有机会抽到电镀金属配色的好用形态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。而好用的装甲部分可以看到肩甲、胸甲以及小臂、小腿装甲都有给到完整的造型分件。然后3个黑暗角色呢就有点意思了，其中间有2个是奥特曼，甚至贝利亚大王还是稀有皮肤给到了暗黑装甲。这一弹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个托雷基亚了，可以看到他的头雕呢脸比较窄，所以说呢显得头比较小，穿完显得整体效果和正比例是差不多了。更为惊喜的是，它除了肩甲、胸甲给到了比较漂亮的金属色，像手套和靴子的筒部这么简单的造型，竟然也有给到单独的分件，脚部小手鞋的造型也有给还原出来。唯一的遗憾是眼睛太小了，就没有给到透明件还原。它的配件是一对标准手以及一对闪电特效。暗黑贝利亚也有给到小手鞋，它身上的装甲呢是很夸张的，就是头雕和基础形态一样，没有加头盔。
主体上也就是大臂和大腿是没有装甲覆盖的，除了肩胸上有红色的花纹之外，其他地方的装甲都是用的金属深灰色。你看，为了打败赛罗，这腹肌锻炼的多夸张了！肩部的2层装甲是独立的分件，后面的是转轴连接，不会干涉住可动。前侧裙甲是转轴连接的，也可以做出来让位。后裙甲呢是球员关节，让位就差一些。它的配件首先是一个双头叉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右手的握持手，比起方中手呢是小了一圈。黑暗巴尔坦的话，你还别说，素体的腿型还挺还原皮套的。反派怎么都是小手鞋？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头雕吧，它的隐隐还原的分色效果呢，挺有昭和那味儿的。胸口有给到界面4，手关节部分胳膊都是新规开模的，手部可以大幅度张开，裙摆是软胶材质的，可以让位，背后生物质感的细节满满。配件是一个比头还小的巴尔坦，整体是软胶材质的。最后，小布之前都没有出过这2个奥特曼呀，那就成功解锁了新角色，想必能出泰迦是托了托雷基亚的福吧。他的手套和袖子筒也是给到了新规分件，总感觉这素体的身材比例就是为虎子专门量身打造的。除展示外，还有一对握拳手，右手上之所以有一个装，就是因为他的火花给到了单独的分件，可以安在特效键或手型上面。最后奥美加的话，新系列肯定要给新角色一个面子嘛，考虑到粉丝的接受程度，给一个朱雀装甲准没错。你还别说，这眼睛的纹路还挺好看的，为了还原胸灯的纹路，给到了隐隐效果，经过反光之后特别的闪。武器的分色和造型还原的不错。总之，小布让我们以原来的价格玩到了更为成熟的比例和造型细节，可动关节设计。如果你也喜欢白金鸟的话，可以入手一波体验一下这个新系列。